I love Taiwan. Thank you so much. 早安，现在早上8点，吃完早餐，现在准备离开卡帕多奇亚了。这是漂亮的饭店，说拜拜。我们离开卡帕多奇亚后的第一个行程是去参观土耳其第2大的内陆湖泊，叫做图兹盐湖。土耳其有一半的盐巴来源于这个内陆湖。这里是盐湖，跟台湾一样有丑丑爱心。看一下这个湖，很漂亮。哇，真的是像镜面一样啊，没有什么波澜，可爱美眉的跳跳跳。因为我们是冬天去的，所以它的水位比较高，整体看起来就是蓝色的湖泊。但如果是在夏天水量比较少的时候去的话，听说整个湖面看起来会是像粉红色一样。那这么干净的湖面，然后颜色跟天空连在一起，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认真的拍好看的照片。你看垃圾桶，还有拐杖，还有拐杖，还有一个拐杖，有眼镜、拐杖、衣服、垃圾桶，可爱的垃圾桶。离开盐湖之后，我们就坐车要前往安卡拉了。安卡拉就是那个土耳其的首都，不是伊斯坦堡，是安卡拉的那个安卡拉。安卡拉整个城市的街景就是比较像一个现代大城市的感觉。嗨，大家，我们到安卡拉啦，这是我们要吃饭的餐厅。我觉得它长得很可爱，它门很矮，就是这么矮。这是我们这趟旅程来，我第一次有来到大城市的感觉。在安卡拉的这一餐是我在土耳其以来第一次选择鸡肉当做主食。其实我是很喜欢牛肉跟羊肉的人，但是因为在土耳其的牛羊料理有时候有点太咸太腻口，所以呢，就是到这一天已经第7天，我就想要吃鸡肉。而且这个餐厅的烤鸡真的超级好吃，算是我在土耳其最喜欢的底餐之一。吃完饭之后，我们就走去在餐厅附近的凯末尔纪念馆。凯末尔是土耳其的国父，所以凯末尔纪念馆就是土耳其的国父纪念馆。然后我们在这里遇到很多很可爱的土耳其人，看到我们就讲안녕하세요，然后还遇到好几组就是要跟我和我弟拍照，可能他们觉得我是 Blackpink 吧。先看一下这纪念馆，好酷的壁画。这边直的比较好拍，因为它的挑高做得很高。这边是凯末尔的陵墓，它的棺木，哇，它上面的那个金箔的那个天花板好好看，然后它的窗花很挑高。来看一下屋顶啊，屋顶是金色的，一条一条的梁柱。它是整个它的那个陵墓厅，两侧各有一排看起来像是能放火炬的那种地方，感觉如果在这边点火的话，整个殿堂会变超帅。在殿堂正前方的广场的右侧有一个走道，它两侧都是放西台帝国时期留下来的石狮子。接下来再分享几张我觉得很好看的照片之后，就来看凯末尔纪念馆的重头戏——卫兵交接吧。Değerli ziyaretçilerimiz basamak altında bekliyorsunuz. Basamakların altına lütfen. Stop! Anlat! Esas duruş! Sağa! Sola! Stop! 3 adım ileri! Marş! Stop! Hakan Kaya Diyarbakır. Nöbeti vukuatçı olarak teslim ediyorum komutanım. Muhammed Aldı bir var! Nöbeti vukuatçı olarak teslim alıyorum komutanım! Faruk Usta Aksoy!
Nöbeti vukuat olarak teslim ediyorum komutanım. Doğan Akıncız! Nöbeti vukuat olarak teslim ediyorum komutanım. Atla! 我们离开安卡拉之后，就要马上前往距离大概200公里的番红花城。现在是前往番红花城的路上。番红花城它其实算是一个小山城，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前往的高速公路的旁边已经有积雪了。番红花城到了，这是新城区。大城市，这只是小城镇的感觉，小城镇，对，可爱。这里算是番红花城比较热闹的地方。 这是我们饭店的前面，你就有先跟我们说它没有很大，就是这建筑都不能盖太大太高。我们的领队说这一间饭店是番红花城比较现代化，然后算是最好的饭店。其他的饭店可能像是民宿，是住在那种老宅，就有可能会有管线或是漏水的问题这种。哇，番红花城的饭店有了不？看一下，保留这空间超小啊！ 只能放一个行李箱，但我觉得比日本的还要大啦。然后这里浴室有浴缸，有浴缸哎，各位，浴缸还有干湿分离耶。虽然是在浴缸里面洗澡，但是是干湿分离的玻璃，洗完可以顺便泡澡。我们的房间2张床，我前几天放那天都忘记开张床了。 但其实除了空雅那间的弹簧床有点会奇怪之外，其他的床都很舒服的乳胶床垫。我现在来坐坐看。好，我觉得也是舒服的床，是好的床。风景只能说看得到山景，但普普通通。今天的晚餐是鸡肉和牛肉拼盘套。 这几天在土耳其的伙食，我觉得不能用营养均衡来说了，是营养过剩。每一餐的量真的很足就算了，然后肉的量很多，种类甚至不一定只有1种，淀粉的种类也很多，可能会有2种，甚至还有遇过3种淀粉的。所以我几乎每一餐都没有办法把饭全部吃完，因为真的太多了，我的肚子真的超出负荷。 吃完晚餐之后，领队就带着我们到饭店附近的城区散个步，顺便看一下他们的市区长怎样。我今天才在说，目前在土耳其还没有听到 K-pop 跟看到 K-pop idol， 这不就来了吗？这不就来了吗？终于看到一个 K-pop idol 了，可爱的餐厅，我喜欢这种有一堆窗户的餐厅。 番红花城，整个城市都是鄂图曼时期的风格。希尔德利克山丘往下看，整个番红花城的旧城区都是鄂图曼时期的建筑的感觉。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整个城市都是。看那个城堡超有 feel 的，感觉好像会有人从里面把那个尿壶出来喷出来的那种泼尿那种感觉。好有没有？我电影看太多。远方有很多清真寺，1个清真寺，2个清真寺，3个清真寺。今天早上的温度是-2度到0度，所以烟囱都有在运作，感觉就是那种很老的房子啊，还会烧柴的那种，烟囱都会冒烟。这个路真的很古老的感觉，就是以前铺的路面铺。那么大声干嘛？ 鄂图曼时期一个指挥官的房子，1楼是食堂，2楼会是墓葬。是19世纪就存在的房子，存在超过150年。西廊西，这里是男生的交易厅。那他这边应该是在喝茶、吃东西。
这里是女生的交易厅，好像有一点恐怖。然后我们再参观了几个房间，里面都有一些人偶。之后我们就准备去伴手礼和纪念品的大采购了。我们的领队跟我们说，在土耳其的几个城市当中，番红花城的纪念品和伴手礼的物价算是最低的。所以在到番红花城之前，大家可以先克制一下自己的购物欲，然后等到番红花城之后，大部分想要买的东西这边都有卖。这边是伴手礼区，什么糖果啊、饰品啊、橄榄油啊、护手霜、乳液都有。到我这边是卖玫瑰精油的，他们凯莫尔、国富，你看各个大牌的橄榄油。这家店是卖香精啊、肥皂那些的，很便宜，比转角那家便宜。精油啦，精油，玫瑰精油。大家来见识一下番红花城纪念品的价格，10元。他们里拉跟台币几乎是1比1，所以就是10块台币。这物价就是比台湾低很多。啊，推荐这间店。这间店的纪念品很便宜，我们刚刚在前面上面买类似的东西，那小姐价都砍不下来，而且卖的比这边贵大概4倍。我们那个蓝眼睛大颗的上面开价是200，这边开价50块，而且跟我爸爸的一起买，总价原本225，然后我们问他说200就好，好不好？他 OK。而且阿伯好亲切哦。对，然后我们刚买精油的这间店，它也价格很便宜，一大罐300ml的那个橄榄霜，那里才80元台币。推荐大家好的店，推荐给大家。我发现了一个秘密，就是在番红花城里面，你尽量找那种老阿伯啊、大叔买，他在那个砍价给你折扣会比较阿萨里，还有些女生她们都比较势利眼。我们刚刚进去一个，他直接把我们晾在旁边，要我们等。那我解释一下，避免大家觉得我是奥客。其实我们在进那间店之后，有一个新的外国人也进来那间店，然后小姐就完全把我们晾在旁边。我们问价，他们也不理我们，就是直接比对着我们的手势，所以我们就离开那间店了。你跟他讲，老师多拿还他。你跟他讲，我在那录影，你在影片会跟他讲这个店很棒。对，因为我刚拿200，我拿了400，我给他，对，他有退回。你跟他讲。I will post my video on YouTube. Thank you. And I will recommend your store. Thank you, 谢谢。You are good.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so much. 谢谢。哎，那不错，我多拿200给他。手机给我，手机给我。我处理。This one. Okay. I love Taiwan. 刚刚这些大叔，就是我们多给钱，他还有退回来，他就是非常好，很热情，一直跟我们说他很喜欢台湾，还是有老师的。对，然后我们就跟他说我在 Vlog 会大力推荐他的店，然后他就很开心去订阅我的 YouTube。Thank you so much. This one. Thank you so much. OK。这是我们在番红花城买的桌巾，桌巾一条都是70元而已，很便宜。然后结束桌巾的购买之后，我们就准备去吃午餐了。这天午餐的主食有牛肉汉堡排，还有鸡腿排。然后这2种肉类都很多汁，我自己觉得都很好吃。然后汉堡排就是土耳其式的那种肉排，在台湾有一些地方可以吃得到。复盘一下，吃久了有点太咸。这边的食物都很咸，又咸又甜，甜的很甜，咸的很咸。吃完饭之后，我们就要离开番红花城，前往伊斯坦堡了。我个人很喜欢番红花城的这种中世纪古城，这种很 chill 的感觉。不要急着关掉，影片还没有结束。我们现在是正在前往伊斯坦堡的路上，路旁边都是满坑满谷的雪。从番红花城开车到伊斯坦堡要5个小时的路程，所以在中间的休息站的时候，上完厕所之后，看到了一个超酷的、很像蛇的戒指，而且它才50元，我就直接把它买下来了。休息尿尿下来也可以钱不见。A few moments later. 到伊斯坦堡新城区，我们导游刚刚说。他们3月要选举，这是他们市长的候选人，所以这个是他们的选举海报。其实跟台湾一样，都会贴选举海报在路上。我们准备要下车喽。
我们到伊斯坦堡了，今天晚餐吃景观餐厅，完美的风景。景观餐店旁边是个大车站，它是东方快车的起点站，然后终点站在巴黎。晚餐的部分虽然还是很丰盛，但我自己觉得这个肉串烤得很干柴，我自己吃的蛮痛苦的。吃完饭之后，当然就是要直接回饭店休息啦。伊斯坦堡的旅店开箱，先看房间，房间是2张床，我来坐看哦。哎呦，有点软哦，有点太软哦。然后一样有一个梳妆台，还有画放行李的空间。然后来看一下这儿，浴室正常的洗手台。哦，它的格局跟孔阳那边很像。好了，来帮这床平板一下，刚刚说它太软，但躺下来是刚刚好，很舒服。然后我现在刚洗完澡，然后去洗澡。